这世上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让你以为只要足够努力、足够聪明，你就能拥有一切。但我得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不知道该在这个无限的游戏里拒绝什么，那么你越努力，离真正的自由就越远。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你要么是在为自己的自由积累资本，要么是在用原本属于你的宝贵时间去换取那些转瞬即逝的快感和毫无意义的社会地位。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错误的赛道上狂奔，跑到终点才发现那里空无一物。你真的想等到生命仅剩最后几年时才明白这个道理吗？我在硅谷见过无数一夜暴富的神话，也目睹过更多聪明绝顶的人因为一个愚蠢的决定而万劫不复。我曾经历过市场的疯狂泡沫，也曾在至暗时刻寻找光亮。经历了这一切后，我不再迷信那些复杂的金融模型，也不再相信所谓的成功学捷径。我发现真正能让人在乱世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往往是那些听起来极其简单，甚至有些无聊的原则。现在的年轻人，哪怕是很多中年人，都在疯狂寻找秘诀。他们问我，下一个百倍币是什么？现在的风口是人工智能还是生物科技？我该去哪里寻找那个能让我翻身的机会？每当听到这些问题，我都只想苦笑。我想告诉你的是，根本没有所谓的秘诀，只有原则。如果你把人生看作一栋大楼，原则就是地基。大多数人只关心楼能盖多高，只有极少数人关心那个看不见的地基是否牢固。而那个让我在投资界生存下来，让我拥有了现在的财富和内心宁静的东西，正是这些人人都能听懂，却鲜有人愿意几十年如一日去执行的原则。在我深入展开之前，我想邀请你订阅这个频道，并按下赞。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在过去的一年里，你觉得自己做的最正确的一个拒绝是什么？也就是你拒绝了什么诱惑或噪音。我很想在评论区看到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哲学，这比单纯听我说要重要得多。好了，让我们进入正题。首先，你要明白关于聪明的误区。哪怕我的智商很高，或者我身边那些顶级投资人的智商都很高，但这并不是我们变富的原因。我认识太多高智商的穷人了，他们有着极其发达的大脑，像是一台马力强劲的法拉利引擎，但他们把这台引擎装在了一辆没有方向盘的车上，或者更糟糕，他们把车开进了泥潭里。智商只是马力，它决定了你处理信息的速度，但它不决定你的结果。真正决定你人生高度，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听起来极其无聊，但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财富来源，那就是耐心。但我所说的耐心，不是让你傻傻的等待，而是一种充满智慧的积极的不作为。大钱从来不是靠买进或卖出赚来的，而是靠等待赚来的。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修炼的技能，尤其是当你年轻充满野心，看着社交媒体上同龄人似乎都在一夜暴富，看着隔壁那个原本不如你的家伙突然发了财，你心里的那只猴子就会开始抓狂。你会想，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我是不是该行动了？我记得我30-40岁的时候也是这样焦虑，看着那些机会像沙子一样从指缝流走，我也曾无数次责怪自己。但后来经过无数次市场的洗礼，我终于明白，每一个看似错误的机会背后其实都隐藏着10个巨大的深坑。那些掉进坑里的人是不会发朋友圈告诉你他破产了的，你看到的永远是幸存者的偏差。真正的财富积累靠的是找到一个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标的，无论是一家好公司还是一项核心技能，然后紧紧抱住它几十年如一日，什么都不做。在我的投资生涯里，很多回报最高的项目是我持有了很久很久的，不是因为我对他们有什么感情，而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复利正在悄悄发生作用。耐心是具有复利效应的，这一点很多人知道，但很少人真正理解。就像知识一样，你越是练习耐心，你在未来的判断就越精准，回报也就越惊人。刚开始练习耐心时，你会觉得这简直是一种折磨，像是在坐牢。但当你坚持下来，观察了几十年，看着那些急功近利的人如何一步步因为浮躁而把自己搞垮，耐心就会内化成你的本能。如果我能穿越回过去，哪怕只是给那个25岁的自己一句话，我会说，把你心里的时间表全部乘以3，你想在30岁获得财务自由，那就做好心理准备，这可能需要到45岁。你想用5年时间成为某个领域顶级专家，那就给自己15年，因为复利需要时间这个介质来发酵。真正能改变命运的复利，不是按月计算，也不是按年计算，而是按10年为单位计算的。这确实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讽刺。
当你年轻时，你拥有最多的时间，却最缺乏耐心；而当你终于学会了耐心，你的时间却所剩无几。所以趁现在还来得及，学会安静的坐着，学会让时间成为你的盟友而不是敌人，不要试图去拨快时钟的指针，那样只会弄坏钟表。让我们再来聊聊钱本身。关于钱，绝大多数人的认知都是反的，他们拼命想赚更多的钱，以为钱多了就能解决一切焦虑。但实际上，真正的财富自由不是靠赚更多的钱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需要更少来实现的。这几十年里，我虽然赚了不少钱，但我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我依然住在舒适但并不奢华的房子里，我没有购买私人飞机，也没有去买那种只有在电影里才会出现的超级游艇。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觉得你都有这么多钱了，为什么不活得像个富豪？我的回答永远是，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关于钱，真正的秘诀是弄清楚多少才够。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够的数额其实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少。只要你有足够的积蓄，不用为了下个月的房租发愁，不用为了生病没钱治而恐惧，那就已经足够好了。再往上，如果你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你永远都不会满足。我见过太多悲剧了，在科技热潮中，我有个朋友赚了几亿美金，按理说他应该这辈子都不用愁了，可以去享受生活，去做慈善或者去探索艺术，但他没有接下来的10年，他每天都活在巨大的恐惧中。他担心通货膨胀会吃掉他的财富，担心错误的投资会让资产缩水，担心孩子因为太有钱而被宠坏，担心身边的人都是为了钱才接近他。他整天焦虑不安，头发都掉光了。你看，钱并没有给他带来自由，反而变成了一座金色的监狱，把他困在了里面。所以我真希望你们能早点明白这一点，找到你自己的够，然后学会停下来。别因为你能赚更多，就必须去赚更多。别因为你的账户数字变大了，你的生活开销就必须跟着膨胀。这是一个经典的跑步机陷阱，你的收入增加了，你的欲望也跟着增加了，结果你必须在跑步机上跑得更快才能维持现状。你要学会活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下，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安全边际。那个边际就是你的自由空间，是你能够冷静思考、从容做决定的地方，而不是被生活推着走、慌乱做出决策的地方。很多人经常问我，你怎么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科技圈里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头脑清醒和敏锐？答案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很多人都不屑一顾。我从未停止学习，我和我所敬佩的那些顶级思想者都是学习机器。我们不断地读书，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挑战自己已有的观念。这种学习不是为了考证，不是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甚至不是为了单纯的求知欲，而是因为这是一种生存本能。世界在变，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一旦你停止了学习，你的思维模型就会固化，你就会被这个时代无情的淘汰。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自负，但我必须诚实地说，之所以我能在这个行业保持这么久的相关性，没有被年轻一代的创业者抛在身后，是因为我在不断地迭代自己，不是变得更聪明，而是变得更好、更全面。我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更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最重要的是，我绝不会因为过去相信某个观点，就死守着它不放。你知道是什么毁掉了最多的企业和投资人吗？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过时的思维模型。那些曾经让他们赚到第一桶金的方法，他们以为可以游用到老，结果世界变了，消费者变了，技术变了，而他们还在刻舟求剑。2000年行得通的商业逻辑，到了2020年可能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到了2050年可能就会变得荒谬可笑。教育不是在你拿到大学毕业证的那一刻就结束的，也不是你在职场上拿到第一次晋升就结束的。教育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它永远不会结束。我建议你养成一个习惯，每天睡前都要确保自己比早上醒来时更聪明了一点点，多读书，而且不要只读你专业领域的书。如果你是搞技术的，去读读历史；如果你是搞金融的，去学学心理学和生物学，去研究那些失败的案例，尤其是你自己的失败，去挑战你深信不疑的想法，问自己，如果我是错的呢？多和比你聪明、比你有见识的人在一起，认真倾听他们的观点，哪怕他们的观点让你感到不舒服。真正的灵感和洞察力往往不是在一个狭窄的领域里深挖得来的，而是不同领域的思想在碰撞中产生的火花。我把这叫做思维模型的网络。你要搞懂这个世界底层是如何运作的，而不仅仅是你那1亩3分地里的操作手册。当你掌握了那些跨学科的基本原理，比如物理学的临界质量、生物学的进化论、心理学的认知偏差，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问题。
解决别人想都不敢想的难题。而且学习最美妙的一点在于，它和金钱一样，也是会复利增长的。你今天学到的一个新概念会叠加在昨天的知识基础上，帮助你理解明天遇到的新问题。坚持20年，你就会拥有一个庞大的互相连接的智慧库。那时你做决策几乎是直觉性的，你会一眼看到别人忽略的规律，本能的避开别人都会掉进去的坑。这并不是因为你天生就是天才，而是因为你比别人更专注，更有积累。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年纪依然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而是因为理解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犯过很多错，如果把我的错误列成一张清单，那可能会比我的资产负债表还要长。我赔过不该赔的钱，信过不该信的人，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没有任何结果的项目上。我曾经傲慢固执，以为自己能改变市场的走向。但你知道吗？正是这些错误构成了我最好的教育背景。现在的年轻人往往不懂一件事儿，错误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老师。只不过这位老师收取的学费稍微贵了一点。只要你能从错误中榨取出教训，那就是对未来判断力的一笔最划算的投资。你的目标不应该是不犯错，因为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什么都不做。你的目标应该是犯得起的错，然后确保永远不要在同一个地方跌倒2次。更深一层来说，真正让我感到遗憾的，并不是那些让我亏了钱的投资。亏钱虽然让人心痛，但钱是可以再赚回来的，伤口是可以愈合的。真正昂贵的错误是那些错过的机会。有些公司，有些项目明明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明明我读得懂，明明价格合理，但我却因为犹豫、傲慢或者偏见没有出手。这些错失的机会加起来可能价值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金，无论是做错了还是没做，你都能学到东西。我希望你早点明白，别躲避错误，别试图掩盖错误。当错误发生时，把它放在解剖台上仔细研究它，搞清楚到底哪一步走错了，是因为贪婪，是因为恐惧，还是因为信息不足。如果你能真诚地面对失败，你的直觉会越来越敏锐，你会犯错越来越少。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自我意识。大多数人学不到东西，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太强了，也就是所谓的面子。当事情搞砸了，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找借口，是市场环境不好，是合作伙伴不给力，是运气太差，他们拼命想证明不是我的错。请千万别那样，你要先干掉你那个脆弱的自我，否则他会干掉你的进步。要学会坦然地说，我错了，这是我的原因，下次我会这么做。然后真的去改。我和我的伙伴们每次做了一笔糟糕的投资，都会坐下来进行尸检，我们会复盘，当时我们漏看了什么，误解了什么，忽略了哪些明显的警示信号，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写下来。因为人的记忆是会骗人的，如果你不写下来，过段时间你就会美化记忆，然后重蹈覆辙，把你的错误当成奖杯一样收藏起来，经常回头看看，心怀感激，因为正是他们把你雕刻成了现在的样子。除了金钱和智慧，还有一样东西的重要性被远远低估了，那就是人际关系。我指的不是那种在鸡尾酒会上交换名片的社交，而是那些真正深刻的长期的关系。我和同一个伴侣生活了几十年，我和我的商业伙伴合作了数十年。到了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些长期关系比我赚的所有钱都更有价值。钱是流动的，它来来去去，健康也是有起伏的。但如果你用心维系，好的人际关系会是你人生中最坚固的资产。你人生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身边人的质量。我希望你能早点明白，你选择和谁一起度过时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投资决定，比你选择什么职业、买什么股票、住哪个城市都要重要。为什么？因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你会慢慢变成你身边那群人的平均值。这不仅仅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心理学事实。如果你整天和一群愤世嫉俗的人混在一起，他们每天都在抱怨社会不公，老板傻缺，久而久之，你也会变得满腹牢骚，看不到机会，只看得到问题。如果你和一群爱找借口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开始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而不是承担责任。如果你身边的人总是追求短期的快感，追逐新鲜的刺激，你就永远无法静下心来做长期的积累。你会不知不觉地吸收他们的态度、习惯甚至语言风格。所以在选择朋友和合作伙伴时，必须极度慎重。我和我的伙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我们只和那些我们发自内心尊敬、欣赏的人合作。如果一个人虽然很能赚钱，但他的品行让我们连和他吃顿饭都觉得难受，那再好的生意我们也不会做。
因为人生太短了，没必要把生命浪费在你不喜欢的人身上。这不仅仅是开心与否的问题，更是风险控制的问题。一个品行不端的人迟早会给你带来巨大的灾难，哪怕他现在看起来能给你带来利益。而且人际关系是需要像投资生意一样去经营的，你不能把朋友扔在一边，10年不联系，然后指望需要帮忙时他们还在那里，你需要在场，你需要付出时间。当朋友遇到困难时，你要出现；当朋友获得成功时，你要真心的为他鼓掌，要先付出才能收获。我看到太多现在年轻人为了工作牺牲了一切，他们让友情慢慢凋零，朋友过生日不去聚会不参加，电话不回，嘴边永远挂着太忙了。然后一晃20年过去，他们抬头发现自己确实赚到了钱，确实在事业上获得了一些成就，但却发现自己处于一座孤岛之上，哪怕有了喜悦，也找不到人分享。让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人能与你分享，那种成功是空洞的，是冰冷的。我的建议是，把你的人际关系当成最重要的风险投资，这需要你付出忠诚，付出慷慨，付出最宝贵的资源时间。不要在这个领域搞精确计算，不要总想着我帮了他这次，他什么时候还我人情。一旦你开始在人际关系里算账，这段关系其实就已经变质了，它变成了一场交易，而交易是很难产生真正的信任和幸福感的。然后我经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到底该如何度过这一生才算没有白活？我现在坐在这里回望过去几十年的路，我很清楚地记得每一次和朋友共进的晚餐，每一次深夜的深度对谈，还有那些看似无所事事却让灵魂安静的时刻。比起我银行账户里的那些数字，这些瞬间才是我生命中真正的资产。你要知道，我这一生都在工作，但我从未觉得那是苦役。很多人到了60、70岁还在拼命工作，是因为他们需要钱，或者是因为他们害怕闲下来面对内心的空虚。但我不是，我每天起床依然对我要解决的问题感到兴奋，不是因为我必须做，而是因为我真的喜欢。这就是那个没人愿意告诉年轻人的工作真相。如果你选对了工作，你就再也不需要工作了，你会进入一种玩耍的状态，而你的玩耍恰恰是别人眼里的工作。但在现实中，大多数人选职业的标准完全错了。他们追求名气，追求父母眼里的体面，追求那个所谓的金饭碗。结果呢，他们花了人生中最宝贵的40年，做着自己只能勉强忍受，甚至内心深处厌恶的事情。这简直是巨大的浪费。我选择工作的原则其实只有3条，真希望我在25岁那个迷茫的年纪就能懂。第一条，绝对不要去卖你自己都不会买的东西。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但在商业世界里能做到的人凤毛麟角。我从没卖过自己不相信的产品，没推荐过我自己不会持有的资产，也没为我觉得错误的观点辩护过。因为一旦你开始为了短期利益去牺牲诚信，你失去的不仅仅是客户的信任，更是你对自己内心的尊重。在硅谷，我见过太多聪明人为了推销一个糟糕的空气币，或者是根本无法落地的 PPT 项目，把自己的信誉当作柴火烧掉了。也许他们在财务上赚了一笔快钱，但在道德层面他们已经破产了，而那种破产是很难翻身的。第二条，别为你无法尊重的人工作。人生太短了，没必要和价值观不合的人纠缠。我年轻时也面临过诱惑，有高薪的职位摆在面前，但那家公司的老板是一个我不屑于成为的人，我拒绝了。现在回头看，那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如果你每天要向一个你打心底里看不起的人汇报工作，你的灵魂会慢慢枯萎，你会变得愤世嫉俗，你会开始怀疑努力的意义。记住，你的老板不仅仅是给你发工资的人，他还是你未来可能成为的样子的天花板。如果那个天花板太低或者歪了，你就得赶紧离开。第3条，也是最让人快乐的一条，只和你喜欢的人一起共事。我和我的合伙人、投资伙伴之所以能合作几十年，是因为我们真心喜欢彼此。我们的笑点相同，我们的价值观一致，我们甚至可以为了一个哲学问题争论一下午，然后开开心心的去吃晚饭。这种默契让艰难的商业决策变得容易，让低谷期变得可以忍受，也让成功的喜悦加倍。如果你能同时做到这3点，诚信、尊重、喜欢，那么星期一早上醒来时，你感受到的就不是恐惧和疲惫，而是某种期待。当你真的享受你做的事儿，当你是在为了玩而工作时，你才能做出最好的成绩，因为这不再是竞争，而是表达。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学到了一个关于名誉的残酷真理。在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名誉是你最强大的杠杆。建立一个良好的名誉，需要几十年如一日的诚实和靠谱。
但毁掉它只需要一个愚蠢的瞬间。所以你要像保护你的眼珠一样保护你的名誉。从长远来看，你的名誉决定了谁愿意把钱交给你打理，谁愿意把最核心的项目交给你，谁愿意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信任你。钱没了可以再赚，项目黄了可以重来，但名誉一旦有了污点，在这个圈子里你就社死了。真正的顶级游戏都是靠信誉来入场的，而不是靠合同。还有一个秘密，在投资、商业甚至人生里，简单的原则往往比复杂的策略更有效。但我也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聪明人往往讨厌简单，他们觉得简单就是肤浅，觉得如果一个策略没有用到复杂的数学模型，没有用到最新的术语，那就显得不够高级。于是他们拼命让事情变复杂，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智商。可是朋友，复杂恰恰是崩溃的开始。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一个创业者本来有个简单有效的商业模式，赚钱赚得好好的，后来他变得贪心了，或者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开始盲目扩张产品线，进入他不熟悉的市场，加杠杆，请各种昂贵的顾问搞所谓的战略升级，结果没过多久，整家公司就在这个复杂体系下崩塌了。系统越复杂，出错的环节就越多，维护的成本就越高，那个不可预见的黑天鹅一旦出现，引发的连锁反应就是灾难性的。我和我的圈子一直坚持极简主义，我们只买我们看得懂的生意，只和信得过的人握手，只在价格合理的时候下注，没有什么复杂的金融衍生品，没有什么让人眼花缭乱的对冲策略，就是一些简单平凡却能年复一年产生现金流的生意。很多人笑我们是老古董，问我们为什么不搞点新潮的，为什么不加10倍杠杆。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想睡得着觉。在复杂的现代社会，稳定永远比聪明更重要。当你面临选择时，如果一个选项简单，一个选项复杂，请优先选简单的，除非复杂的那个能带来极其确定的巨大价值，这几乎不可能。要警惕那些故意把简单事情说得很复杂的人，在金融圈和科技圈中人特别多。通常情况只有2种，要么他自己也没搞懂，要么他在试图忽悠你，想赚你的认知差。真正的专家是能把最复杂的事情用最通俗的语言讲清楚的人。说到选择，我得谈谈拒绝的艺术。我这一生拒绝的机会比我接受的机会要多得多，大概比例是100:1。不是因为我胆小，也不是因为我悲观，而是因为大多数所谓的机会其实都是披着糖衣的毒药，或者是浪费时间的陷阱。年轻的朋友们往往不明白这一点，他们觉得对每一个机会说 yes 是在拥抱可能性，但实际上每当你对一件次要的事情说 yes， 你其实就是在对其他所有可能的高价值事情说 no。 当你答应去参加那个无聊的酒局时，你就拒绝了在家深度阅读的时间；当你答应接那个不赚钱的烂项目时，你就拒绝了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的时间。所以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这是否是个机会，而是这是不是我有限生命的最佳用法。大多数时候答案是否定的。我和我的伙伴们错过了几百甚至几千次赚钱的机会，每次我们没投的项目后来上市了，总有人跑来问我，你不后悔吗？如果你当时投了，现在就有几十亿了。我的回答永远是一样的，我不后悔。因为我们同时也错过了上千个会归零的项目，只是没人提起罢了。投资和生活的艺术都在于懂得忽略。你的注意力是极其有限的资源，你能做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但你的任务不是把它们都做完，而是只做那少数几件真正重要、具有杠杆效应的事儿，其他的通通忽略。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反而是最好的策略，这种不行动是被严重低估的智慧，但什么都不做很难，真的很难。你会焦虑，你会觉得自己被时代抛弃了，你会觉得必须要操作点什么才安心。于是人们为了看起来在做事，去频繁交易股票，去搞各种无效社交，结果大多数人还真不如躺着不动赚得多。我希望你早点明白，会说不是一种顶级的生存能力，你需要练习它，习惯它。因为当你越成功，找上门来的机会和人就越多，而其中 99% 都是干扰项。你能不能坚持只做那 1% 最重要的事儿，决定了你能走多远。别因为拒绝别人而感到内疚，不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不需要解释。谈完财富和工作，让我们聊聊那个唯一不可替代的资产——健康。我今年虽然不年轻了，但我依然保持着不错的状态，不是因为我基因有多好，而是因为我把健康当成一种长期的复利投资。现在的年轻人，我看到你们拼命工作，熬夜，吃垃圾食品，不运动，靠咖啡因和压力硬撑。你们以为自己是无敌的，以为身体只是一个载体，坏了可以修，或者以为等以后有钱了再来养生，大错特错。
健康不是一个可以以后再补的作业，以后往往不会来，或者等到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不是让你当苦行僧，也不是让你完全不享受生活的美食，但你要明白身体是有极限的，如果你长时间过度透支，总有一天会崩盘。而且和金钱不同，身体出了大问题是不可逆的。所以好好照顾自己，不是为了虚荣，也不是为了活成老妖怪，而是为了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清醒、灵活、有活力。毕竟如果你病得动不了，财富对你来说只是一串毫无温度的数字。如果你成功了，却天天被病痛折磨，那这种成功又有什么意义？现在我已经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每天醒来我都发自内心的感激自己还能思路清晰，还能走路，还能工作，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而这些都来自我50、60年前甚至更早时做下的决定。人们常问我，你有没有遗憾？当然有，只要是人就会有遗憾。但我明白了一件事儿，遗憾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我大多数的遗憾并不是因为我做过了什么而失败，而是因为我没去做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作为的遗憾和不作为的遗憾。年轻时你会因为做错了事而后悔，比如爱错了人，选错了专业，亏了钱。但随着年纪增长，那些伤疤都会痊愈，甚至变成你的谈资和勋章。真正让你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是那些你太谨慎而错过的机会，那些你明明喜欢却不敢表白的人，那些你想去冒险却因为恐惧而退缩的时刻。当年我也错过了一些绝佳的投资机会，比如某些互联网巨头的早期轮次，要是当时投了，现在的资产可能要翻好几倍。这件事偶尔会让我心里痒痒的，但我从不后悔我已经做出的决定。我保留的每一个朋友，我读的每一本书，我保持的每一次思考，这些都不是错误。我真希望你在这个年纪就能明白，如果你感到恐惧，那通常意味着你面对着一个成长的机会。恐惧会让我们不敢尝试，不敢展现真实的自己，但这份恐惧的代价是巨大的，它会在几十年后变成一声叹息。所以去冒险吧，去问那个让你脸红的问题，去迈出那看似疯狂的一步，去开始那个你构思了很久的副业。如果结果不好，至少你尝试过，至少你不会用余生去想如果当初会怎样。说了这么多，其实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这一生过得挺好，甚至比我应得的还要好。我赚了钱，但这只是副产品，更重要的是我有真诚的朋友，有健康的身体，有我热爱的思考，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充满意义的人生。这些都不是靠天赋得来的，而是靠一些简单的原则，并且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它们，哪怕他们在当时并不流行，哪怕别人觉得我傻。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些，要有耐心，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不断学习，建立你的思维模型，承认错误，干掉你的自我意识，量入为出，找到你的足够，慎重选择你身边的人，因为他们就是你的未来。做有意义的事儿，或者什么都不做，但别做无意义的忙碌，保持简单，拒绝复杂，学会说不，保护你的时间，照顾好你的健康，那是你唯一的本钱，不要等着以后再去过你想要的生活。时间是唯一无法再赚回的东西，而你现在还拥有很多时间，这是你最大的优势，别浪费它，别把它花在无意义的争吵、攀比和虚荣上，想清楚什么对你来说才是足够，然后围绕那个足够去构建你的人生，不多不少，刚刚好。记住，人生的目标不是死的时候很有钱，而是活的时候很精彩，死的时候很安详。每天睡前试着对自己说，今天我把时间花在了真正重要的事上。等你到了80岁、90岁回头看时，能由衷地说一句，是的，我这辈子过得不错。我并不完美，也犯过很多错，但我坚持了那些对我一生有益的原则。如果我现在的分享能让屏幕前的哪怕一个人少走一点弯路，多一份内心的宁静，那就值了。最后，我想请你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这不仅仅是为了算法，更是为了你自己。在评论区写下你此刻最想做出的一个改变，哪怕很小，比如今晚早睡1小时，或者给好朋友打个电话，把它写下来作为你对自己的承诺。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启发，别忘了点赞和订阅，这样我们才能在下一次的思考旅程中再次相遇。请保持耐心，保持理性，保持善良，去打造一些能长久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我在你这个年纪时最希望有人告诉我的话。祝你好运。